站在孟鹤川旁边的妇人忍不住开口问：宋郎中，你可有治疗的办法？宋金钊抬眸望去，此人应该是孟知府的夫人。是阑尾炎复发，看目前的情况应该是急性。见在场几人一脸茫然，宋金钊指着右腹说道：就是连在肠子末端上的一个器官因为堵塞或者感染引发的炎症。怎么治？麻烦宋姑娘立刻开方子救我母亲一命。1年多前病人已经得过阑尾炎，这回是复发，普通汤药可能起不了什么效果，最好是彻底根治患除。孟夫人见他神色犹豫，想到什么立刻说道：只要宋大夫能将母亲的病治好，多少银子都不是问题。站在一旁的孟孝哲附和点头，一家3口就这么直勾勾地盯着宋金钊，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宋金钊微微摇头：不是银子的问题，要想把此病彻底根治，最好的办法就是将阑尾切除。你们考虑一下。屋内瞬间安静下来，只剩下躺在床上的孟老夫人还在迷糊中呻吟。站在孟鹤川身边的孟孝哲轻微发愣，迟疑道：宋大夫说的将阑尾切除，是要给我祖母开膛破肚后将患处切掉？宋金钊神色认真的点头，手指比出了10公分的长度，一字一句皆清楚有力。不是开膛破肚，只是在右腹划一刀这么长的口子，将阑尾割掉后再用长线缝合伤口。这怎么行？开膛破肚哪里还会有命在？我从未听说过有人这样治病的，怕不是刀刺进去人就没了。孟孝哲不敢相信地盯着宋金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有一丝毁伤，否则100年之后哪里还会有全尸？就不能不割阑尾？这次是阑尾炎复发，普通汤药治疗效果很低，这才是第1天，若不及时割除，情况只会越来越严重，盲肠粘连会越来越严重，到那时再手术，不仅容易出血，术后感染概率也会大大增加。让刘大夫和古大夫进来，其他没有办法的给银子，让他们回去。当2个年过60的老郎中听到宋金钊的治疗方法时，古仲恒毫不犹豫地提出了质疑：用刀把肚子刨开？小姑娘，你医术是从哪里学的？老夫行医多年，就没见过这么离谱的治疗办法。躺在床上的不是牲口，你这是在拿人命开玩笑。身为医者，我从来不会拿病人生命开玩笑。世间之大，古大夫没见过，但不代表没有。你也可以拿出你的治疗方案。有第一时间反对的刘玄清注视着宋金钊问道：用刀把小腹割开，血流不止怎么办啊？再缝起来？现在阑尾还没穿孔脓肿，粘连不会太严重，只要小心些，出血量不会太大。而且我可以用银针短暂把出血口止住。那将发炎的阑尾割掉，不会影响以后的饮食消化吗？影响不会太大，现在不割，等病情再严重一些，人命都要丢掉。把阑尾割掉后用线缝下来，皮肤上的线可以拔出来，可你缝在肠子上的呢？难道等肠子愈合之后，再一刀把肠子上的线拔出来，再缝上？缝合盲肠用可以自主吸收的羊肠线，不需要重新划开伤口拆线。见2人你来我往，古仲恒扯住刘玄清的袖子，开口质问：你不会真要听他的胡言乱语啊？他才10几岁，治过几个病人呢？你我从医多年，像孟老夫人现在这种情况不是没碰到过，已经是第2次了。汤药下去一点用都没有，你还有别的办法吗？古仲恒咬牙切齿地指着宋金钊：你觉得他的办法有用？这和杀人有什么区别？背着药箱站在旁边的宋诗雪见古仲恒用手指着宋金钊，还一脸凶狠地说他要杀人，当即开口反驳：我阿姐的医术从来就没有失过手，你不行不代表我阿姐不行。我当大夫的时候，你们2个小姑娘都还没出生，说我口出狂言，
我看你们才是信口雌黄，为了讨好知府大人，不惜以孟老夫人的性命犯险。见古仲恒一把年纪指着2个小姑娘破口大骂，刘玄清连忙出声制止。探讨医术就探讨医术，你年纪都能当人家祖父了，怎能指着2个小辈如此说话呀？古仲恒脸色铁青地撇过头，深呼了几口气后，像是下了某种重要的决定。他朝孟鹤川拱手道：大人，草民的师傅就住在城外寒山寺，可以把他老人家请下来给孟老夫人看诊，或许还有一线希望。孟夫人双眼变得雪亮。木郎中不是已经不给人看诊了吗？古大夫能将人请下来？若我去求，师傅应该会下山。宋姑娘，开膛破肚实在凶险，本官母亲年事已高，还是选择更为稳妥的治疗方法比较好。既如此，我先告退了。孟鹤川微笑点下巴，眼神示意管家送人。刘玄清还想问问动手术割阑尾的事情，当即就要跟着宋金钊一起走，却被孟鹤川给叫住了。刘大夫、古大夫马上要去寒山寺，还请您留在府中，以防我母亲病情加重，熬不到木郎中过来。孟鹤川望着古仲恒说道：古大夫，本官立刻让人护送你去寒山寺，还请您一定要把令师尊请下山来。只要能治好孟老夫人的病，草民自当义不容辞。古仲恒瞟了刘玄清一眼，眼神中似有些得意。回去的路上，宋诗雪坐在马背上，头朝后仰，安慰宋金钊：阿姐，你是全天下医术最好的大夫，他们不让你治是他们吃亏，迟早有一天你一定能够名扬四海的。哈姐没有不高兴，天底下那么多病人，怎么可能个个都找我们治病呢？大夫给人治病，有时候也是要看缘分，没缘分就是没缘分，不用太过强求。提着神没完全睡着的兰溪听到外面有马蹄声传来，立刻用脚捅福顺的大腿。快醒醒，大小姐和二小姐回来了。福顺迷迷糊糊地掀开眼帘，眼神还在涣散，嘴巴就先张开了。回来了。马蹄声刚停，应该马上就要敲门了。下一瞬拍门声响起，福顺抓起衣服连滚带爬地冲出柴房去开门。宋启明听到动静，开门从房间里走出来。阿姐，孟家人的病治好了吗？春杏和清霜从另一间屋子走出来，目光同样带着好奇。大晚上的把人叫出去看诊，肯定是急症。病症有些复杂，孟府要找其他大夫给孟老夫人治病，给了诊金就让我们回来了。还有3个时辰不到，天就要亮了。阿姐，你们赶紧去睡觉，要不明天去医馆没精神。清晨天亮后，宋金钊和宋诗雪正常去医馆，宋启明去书院上学。望着发下来被批得面目全非的文章，宋启明周身的气压变得更低了。丁惟月走到讲台上，视线落在宋启明的身上，沉声道：昨天交上来文章我都一一看过，写得好的人不少，可文不对题、思想浅薄、不切实际的人也大有人在。文章上有超过3处批注的人，今天重新写一篇交给我，若实在不合格，就罚抄100遍，陆宣公奏议。尤其是宋启明，你的问题最多，真不知道你的按手和月考第1名是怎么考的。丁夫子将学生的文章从头批到尾，一点缝都没留，想来也甚是辛苦。我没想到我文章会写得这么差，不若夫子去问问院士批改试卷的学政、考官，或者月考评卷的外舍夫子，学生也想知道自己的按手和月考第1是怎么考来的。人有失手，马有失蹄，就算你天赋再好，太自傲不努力也会退步。以后课堂上要认真听讲，多请教同窗，
不耻下问，才能有所进步，不浪费你这身从娘胎里带出来的读书天赋。宋启明勾起嘴角，夫子放心，等下课时，我一定拿着您批改的文章，一个个请教书院里的同窗和老师，让他们给我一一指点，好交上去一篇合格的文章。毕竟学生可不想被罚抄100遍陆宣公奏议，真写完恐怕手都要废了。说完，宋启明便笑着坐下，将书打开，好似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下课后，宋启明当着丁惟月的面，拿起写满批注的文章，走到第一排，笑着弯腰一个一个的请教。屋里的请教完之后，他又走出了门外，到外舍去问人。问经堂内，丁惟月观察到周围其他夫子暗悄悄地偷看自己，如坐针毡。今天的事情连带着严宝义在书院都被人议论。散学后，他立刻来到丁家找丁夫子。老师，宋启明出身低微，一点规矩都不懂。今天的事情，他分明就是故意在为难您。为师当然知道宋启明是故意的，我已经想好了对付他的办法。这次一定要把他赶出书院，让他永无翻身之日。什么办法？内社每个月都要进行考核，名次靠后的诗人会被重新发配到外社。如果宋启明在这次考核之中抄袭作弊，违反了书院的学规，他就会被赶出书院，这辈子都别想再进来。老师打算怎么做？等我计划好了自会告知于你，你只需配合就好。只要能把宋启明赶出书院，学生做什么都可以。哼，宋启明不出，我便永无出头之日。杨延峰来到李府，笑着将今日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李天崇。这下是彻彻底底的结仇啊！原先丁惟月是为了他弟子出手刁难宋启明，今日之后就是他自己要对付宋启明了。我打算尽快收宋启明为弟子，这件事不能再拖了。我说的对吧？宋启明就是个人才，不过最好再等等，下一次丁惟月针对宋启明的时候，你再出手，效果会更好。人才难得，今日之事发生后，整个书院的夫子都会看宋启明写的那篇文章，不尽快下手，我怕后来者居上。叶府，穆红月坐在凳子上，端着酒杯放声大笑。你是不知道启明今日在书院做了什么事。丁惟月一整天脸都是黑的，就跟过街的老鼠似的，还没散学就走了。叶良玉眸色幽深地盯着穆红月，他不觉得好笑，只觉得心疼。我答应你，下个月去书院教书，先教内社，等启明考进上社后再去上社。以你的才华和身份，若是去内社教书，上社的学生我没法交代呀。我管你有没有办法交代，要不是为了启明不让人欺负，我才不会去安阳书院教书呢。你这是关心则乱。通过今天宋启明的行为就知道他不是个好欺负的。无论你是在内社教书还是在上社，只要别人知道宋启明是你的弟子，他们就不敢再欺负他。我在京城就处处受人制约，东怕这个皇子，西怕那个皇子。现在告老还乡，回到安阳府，想怎么来我就怎么来。你要是不同意，我就等启明考进上社后再去。明天给你们书院的夫子一个个下帖子，把他们全部都请过来，敲打敲打。哎，别呀！哎呀，内社就内社，反正还有3个月就要年考了，时间快得很嘛。宋启明刚进门，就看到穆红月和叶良玉面对面坐着，一个喝茶，一个喝酒。这还没到晚饭时间呢，这么快就吃起来了。他靠近后，朝两人拱手作揖。老师，穆院长。启明啊，我每每派人去你家铺子买卤肥肠，5次有4次都跑空。要不是你师傅这里有，我吃上一口都难。
近日阿姐已经在考虑扩充货源，过段时间可能会好些。师徒二人要去书房，穆红月没待多久就走了。点着沉香的书房内，叶良玉出声道：下个月为师会去安阳书院教书，先教内社，等你到上社再教上社。师父，你都知道了。你们院长3天2头过来说闲话，我怎么可能不知道？他之前就想请我去安阳书院当夫子，考虑到行动不便，就一直没答应。现在觉得去教课呀也不错。师父比穆院长的才学还要好，就当一个夫子，岂不很吃亏？要不当副院长怎么样？以师父的才学和地位，绝对能够胜任。等腿好了之后，我可能会离开安阳府，在书院待的时间不会太长。他伸手想摸宋启明的头，中途又收了回来。师父是要回京城吗？对，有些事我不甘心，想去找个答案。不过时间还长，你阿姐说要想彻底恢复正常，至少还有1年时间。或许还要再长个1年半载，等到那时候你就要参加乡试了。师父，我会考上的。那是当然，我叶良玉的弟子怎么可能考不上举人呢？经过一天到夜晚，刘玄清第13次给孟老夫人喂药，喝了就吐，吸收的那么一点点效果不大。古仲恒是在走后第2天下午把人带回来的。孟鹤川亲自走出房间相迎。穆老主，我母亲的病就拜托您了。知府大人，老朽需要先看看孟老夫人的病症，才知道该如何治疗。穆大夫快请。穆松年诊脉检查后，又看了刘玄清1年前和这2天开的药方。病人年纪已过60，肠胃消化本就不好，这又是复发，乃是急症，又拖了3天时间，情况已经非常糟糕。老朽立刻开方，若是能熬过今晚，尚有治愈的希望。不过复发的可能性很高，间隔时间也会越来越短，一次比一次严重，一次比一次难治。穆大夫，先让我母亲挨过这关，若再复发，那就再治。近半个时辰后，孟老夫人被强灌下去1碗药，吐出来一半，又灌下去1碗。年迈的穆松年早就累了，孟家准备了客房，药灌下去后，穆松年就去客房休息。我师父医术高明，这次肯定没问题。穆老先生说下次复发病情只会更严重，无法根治，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呀。世上每天病死的人太多太多，很多病根本治不好。孟老夫人能度过这一关，就已经比大多数人都要幸运了。你想这么多也没用。我就是觉得宋大夫的办法听起来有道理，可以试试。我看你是一把年纪老眼昏花，脑子也变得不清楚了。把肚子里的肠子割掉，这么离谱的办法他都想得出来，你还说有道理？我看你是想治病想疯了。到后半夜，昏睡过去的孟老夫人突然捂着肚子在床上左右翻滚，守在床边的丫鬟立刻掀开帘子朝外喊：刘大夫，古大夫，我家老夫人肚子疼。被惊醒的刘玄清和古仲恒迅速跑过来。哪里疼啊？怎么个疼法？肚子绞痛，这一块都疼，我快要痛死了。我去叫我师父。没过一会儿，古仲恒扶着穆松年走进来，听到动静赶过来的孟家3口急切地站在床边，心里害怕极了。穆松年的脸色越来越凝重，
半晌后扶着床沿起身，朝孟鹤川沉重摇头，说老夫无能为力，太晚了。年过40旬的孟鹤川瞳孔微颤，孟夫人不肯放弃。穆大夫，你再想想办法。孟孝哲扶着孟夫人，脸色很是难看。一把年纪的穆松年朝三人低头拱手，至多还有2天时间，大人还是为老夫人准备后事吧。古仲恒僵在原地一动不动，早知道救不了，当时自己就应该当缩头乌龟。刘玄清怯怯地出声：要不试试宋大夫的办法？穆松年看向刘玄清，好奇地出声询问：什么办法？哪个宋大夫？是新来安阳府的一个女医师。3日前呢，她来孟府问诊，说这个病啊是由于肠子末端一个叫阑尾的器官堵塞感染导致的。她提出啊，要在右腹处开一刀，将阑尾切除，再将伤口缝合起来，就能彻底根治，以后也不会复发。那位女医师以前用过这样的治疗办法？我不知道啊，不过她看起来挺有信心的。我觉得既然没有其他办法能救人，还不如试一试，说不定有希望，总好过什么都不做。这位女医师如今多大年纪了？看起来才10几岁。孟鹤川插入进来：宋金钊今年16岁，这么年轻。后半夜扶顺睡得正沉，咣当咣当的敲门声好似地龙翻身，瞬间把他吓得从床上掉了下来。怎么又来？他从地上爬起来去开门。谁呀？孟府的，来找宋大夫去看病。扶顺欲言又止，无语至极。怎么次次都是半夜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他打开门，有气无力地说道：等着，我去叫我家大小姐。宋启明从房间里走出来，眉头皱着：不是说找别人治吗？怎么又半夜过来啊？宋金钊打开房门，脸色沉重：估计是没治好。这次他们回医馆，把该带的东西全都带上后，才赶到孟府。宋姑娘，求求你救救我母亲！你说的开刀割肠子，我愿意做。宋大夫，孟夫人的病情好似加重了，你快看看。上前检查问诊，全腹持续性剧痛，按压隐约有肿块，这是穿孔了，而且脓肿已经形成。已经穿孔，形成脓肿，现在就算成功把阑尾割除，后续感染概率也会非常高。孟鹤川上前一步，眼底交织着绝望和哀求。意思是现在不能割？必须得割，割了还有一线希望，不割就只能等死。决定权在大人，要不要做？割，无论做不做都会死，试一下又有何妨？哎，早知穆老先生救不了母亲，3天前就应该割，至少希望会多一些。好，手术马上开始。诗珏，告诉他们要准备哪些东西，无关人员去外面等候。刘玄清急切道：宋大夫，能不能让我留下来旁观呢？只能站在旁边，少说话多看，别干扰手术。刘玄清狂点下巴，60岁的人点头像小鸡啄米一样快。宋大夫，能不能让老夫也留下旁观？身为医者，老朽实在是好奇你说的手术是怎么一回事。你可以，你徒弟就算了，我真怕刚把病人右腹剖开，他就嚷嚷着我杀人。服下药汤后，孟老夫人彻底昏迷过去。宋金钊手持特制的10号手术刀，在病人的右腹下方划出了一道10公分的刀口。阑尾发炎，大网膜和阑尾粘连在一起，已经形成炎性包块。给我15号手术刀。时间1分1秒过去，等在屋外的孟家人早已急得团团转。
也不知道里面怎么样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宋诗雪用纱布将宋金钊额头进出的汗水擦掉。钱家，长线。只见宋金钊灵活地使用持针器在阑尾根部双重结扎，接着切掉阑尾放入托盘中，最后开始缝合腹膜、肌肉、皮下和皮肤。这里不要完全把伤口缝合，末端要留一个口子，将桑皮纸塞进去，用于引流。阿姐，若是手术前没有穿孔形成脓肿，是不是就不需要引流？没错，多了这一步，伤口感染概率就会变高，所以阑尾炎一旦治疗后复发，最好的办法就是切除，越早越好。房门被打开，孟家人一股脑地冲了上来，急切地询问：怎么样，手术成功了吗？阑尾已经切除，接下来3天才是重中之重，只要不感染，就算成了。孟孝哲盯着托盘里嫩红色的物体，脖子后缩，有点怵。宋大夫，这是何物？宋金钊将托盘往他面前一递：你祖母的阑尾，不是说死后要留全尸，把这个烧掉，等100年之后一起放进棺材里，也算浑身上下所有器官一个不少。之前是在下失言，多谢宋大夫为我祖母考虑。老夫人大概半个时辰后会醒，3个时辰内禁食禁水，可以适量下床走动，防止长时间不动腹内粘连。府中就有客房，在家母休养的这段时间里，以防不测，宋姑娘能不能暂时留下？宋金钊想到接下来几天需要经常更换引流的桑皮纸，看一眼宋诗雪后点头应下。师傅，宋金钊真的把孟老夫人治好了？要看接下来几天的恢复情况，不过至少现在把阑尾割掉后，病人还活得好好的。3个时辰后，2个丫鬟扶着孟老夫人从床上下来，刚走了2步，她就难受地朝宋金钊摇头：哎呀，疼，能不能不走啊？躺着没那么疼。不行，在房间里面来回一趟，躺着腹内容易粘连，会死。只要能熬过接下来3天，7天之后就可以拆线，半个月后正常走动，1个月就彻底好了。确定以后不会再复发了？确定，阑尾都没了，还怎么复发？每天换2次桑皮纸，到第2天出脓量明显减少了许多。第4天，宋金钊在患处抹上麻药。忍着些，别紧张，2针就好。缝合完毕后，宋金钊收拾东西向孟鹤川告辞。孟夫人已经平安度过危险期，等拆线的时候我再来。宋姑娘医术高超，本官为之前的不信任道歉，还请姑娘海涵。孟大人不必介怀，大部分人都会选择找年纪大一些郎中看病，用不着道歉。孟夫人手里拿着一个木盒，走到宋金钊的面前，打开。这是诊金和药钱，这几天麻烦宋大夫了，还请您一定要收下。宋金钊眸中划过一抹诧异，盒子里放着的是一张500两银票。他接过盒子说道：该注意的事情我已经写在纸上，交给了侍奉老夫人的丫鬟，4日后我再上门。回到家，阿姐你回来啦。伤口不出脓我就回来了。前几天脑袋缝了几针的病人伤口愈合得很好，昨天下午他到医馆来，我已经给他拆线了。明天开门，我先睡一觉。钊姐，俺好想你。我看你一点都不想，都长胖了。不怕，好看。洗完澡一头栽到床上，醒过来的时候外面天都已经黑了。正在院子里练武的青霜见宋金钊出来，立刻停下动作，上前询问：大小姐可要吃点什么？馄饨，清淡些。吃完后，宋金钊坐在院子里吹凉风。青霜看一眼柴房的方向，小声地对宋金钊说道：奴婢这些天练武的时候，经常发现兰溪趴在窗户旁边看，她好像很感兴趣。隔天医馆开门，先上门的不是病人，而是一脸激动的刘玄清，还有扶着穆松年一起过来的古仲恒。
宋大夫，我听说孟老夫人情况大好，是伤口没有感染，命保住了吗？对，再过几天就能拆线。穆松年还未开口，刘玄清骤然朝宋金钊跪倒在地。宋大夫，我想拜你为师学习医术，求您收我为徒。一只脚踏进门槛的妇人愣在原地，用手揉着眼睛，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听错了看错了。宋诗雪看到妇人进来，撇下尴尬走过去招待。之前开的药已经吃完了，我女儿还有点轻微咳嗽，我想再抓2副药。怎么咳？是嗓子不舒服，咳2声就停下来，还是一直咳？晚上咳还是白天咳嗽？咳2声就停下来，鼻子还有点不通。哦，不是什么大问题，我重新开个调理的方子，吃上3天就能好。夫人点头，眼神一直往旁边瞟。宋金钊没出声，刘玄清到现在都还跪在地上没起来。古仲恒目瞪口呆的张着嘴巴。拜师就不必了，你若想学医术，可以拿几本我写的医书回去看。刘玄清眼神坚定，牢牢地将宋金钊锁在眼里。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虽然我年纪大了一点，但我身体不错，还可以活几10年，现在学来得及，求宋姑娘收我为徒。穆松年推开古仲恒的搀扶，走到宋金钊的面前说道：实不相瞒，老朽今日也是来拜师的。妇人手里的药包掉在地上，众人扭头看去，他匆忙捡起地上的药包，头也不回地逃走了。那副样子没有100也有90了，爷也不够，太爷也还差不多，半只脚都快要踏进棺材里了，怎么还想拜一个10几岁的小姑娘当师傅？莫不是疯子神志不清了？孟老先生，您还是算了吧，做手术要求眼睛好，您现在的身体条件已经不太行了。他扭头盯着古仲恒，对方被看得皮肤起了鸡皮疙瘩。古仲恒意识到自家师傅的打算，连忙摇头：师傅，要不我们拿几本医书回去看看，拜师我看就算了吧。最后宋金钊还是拒绝了刘玄清的拜师请求。孟家请了整个安阳府的郎中去看诊，如今传出孟老夫人的病被治好了，所有拿了诊金离开的郎中都以为是刘玄清和古仲恒治好的。刘玄清站在惠明堂的门头下方摇头：孟老夫人的病不是我和老古治好的，是宋家医馆的宋大夫，那位天才女医师。来人2只眼睛呆呆地看着刘玄清，身体像根木桩似的杵在原地一动不动。刘大夫，你莫不是在开玩笑？长江后浪推前浪，后生可畏呀。我们这些老古董可不能再小看人家了。安阳书院，听说阿昭姐治好了孟老夫人的病，是不是真的？没错，就是我阿姐。金钊姐也太厉害了，她若是男子，比你要厉害千百倍。宋启明笑得更开心了，牙齿都露出来了。我阿姐若是男子啊，武能上战场横扫千军，文能科举高中衣甲，从医必定是宫中御医，就算是从商也是一定能富甲一方的。不远处屋檐下，丁惟月拿着书，眼神深沉地凝视着宋启明。严宝义站在旁边，拳头都快被他自己给握碎了。昨日我让你去做的事情就不要做了。宋家搭上了孟知府，宋启明一旦出事，难保他姐姐不会求到孟知府面前。难道就这么放过他？谁让他有个有本事的姐姐？就算宋启明真的行了舞弊抄袭之事，孟知府看在他姐姐的面子上，也会出面保下他。强行把他赶出书院，只会让孟知府对我们有所不喜。若是被查出来，倒霉的只会是你我。严宝义五官扭曲，眼底的恨意几乎要溢出来了。正忙得脚不沾地的宋金钊不知道已经有人恨上了自己了。
忙了一天，傍晚回到家，春杏在厨房做饭，屋檐下，宋安好正趴在兰溪的肚子上，用手玩她的头发呢。阿姐说过2天开始给你治眼睛。我的眼睛能治好？阿姐说可以，这么漂亮的眼珠子，要是看不见多可惜啊！摸啊，摸啊！哎，摸什么摸？这么长的指甲，二姐给你修修。盯着宋诗雪抱着孩子离开的背影，兰溪试图抬起被绷带吊着的手臂，去触碰她瞎了的那只眼睛。散学忽然被叫住的宋启明一头雾水地盯着开口想收他为弟子的杨延峰。我很欣赏你的才华，进入内社的表现也很出色。原本没想收你当弟子，后来发现丁父子因为严宝义的原因试图打压你，想来想去，只有收你当弟子，他看在我的面子上才不会继续为难你，其他学生也不会再躲着你了。多谢夫子赏识，只是学生已经有师傅了，不能再拜夫子为师。你拜师了？是书院里哪个夫子？学生的老师暂时还不在书院教书，夫子应该认识他，就是住在叶府的叶先生。可是叶良玉叶先生曾当过御史中丞的叶大人，就住在书院附近的叶府。对，学生院试前就已经在叶府受叶先生教导，进入书院后也每日都去，正式拜师已经有大半个月了。晚上去李家的时候，杨延峰的腿都是虚的，要是被叶良玉知道自己抢他徒弟，不知道会怎么埋汰自己。李兄啊，知道你眼光好，可我没想到你眼光这么好啊！让我去收徒之前，你怎么就不能调查清楚，害我翻了好大个跟头？怎么了？宋启明不愿意拜你为师？何止是不愿意呀？你知不知道他已经拜别人为师了？谁？是叶良玉，刚从御史中丞位置上退下来的叶良玉。你眼光是真利索，可惜晚了太多。宋启明在院试之前就已经搭上了叶良玉。府试第36名，院试考上按手，进步这么快，都是因为叶良玉在背后指点他。有这个靠山在，你想要拉拢宋启明，估计是不可能了。宋启明和叶良玉的关系，还有谁知道？估计没几个人知道，否则丁维月也不敢这么明目张胆地针对他。不过今天我听宋启明话里的意思，叶良玉好像打算来书院教书啊。李天崇无力地用手指按压太阳穴，思索良久后开口：麻烦杨兄帮我在书院里物色几个家中贫困又有点才华的学子，没了宋启明，总得再培养几个。家里没钱的学生一抓一大把，可才学和天赋肯定没有宋启明好。矮子里面挑高的，我李家不缺钱，多撒点网，总能挑到一个好的。宋金钊去给孟老夫人拆线的当天，刘玄清见医馆里只剩宋诗雪一个人，眼珠子转悠2圈后，径直走进医馆开始帮忙。刘大夫，你这是干嘛？宋二姑娘，最近几日惠明堂的生意不太好，我看你们这里有点忙不过来，要不我给你当徒弟，以后就留在这里问诊怎么样？看不看病啊？都等好一会儿了。弯着腿的大娘等不及朝2人大喊，刘玄清瞬间扭头：哎呀，看，一个一个来啊！现在就看。哟，这不是惠明堂的刘大夫吗？怎么到这里来了？回到医馆，宋金钊发现刘玄清坐在自己的椅子上给病人看诊，第一时间还以为自己走错了医馆呢。诗雪，这是怎么回事？刘大夫怎么会在这里？
他说要拜我为师。宋金钊扭头盯着一脸认真给病人看诊的刘玄清，有点意思，一把年纪了还这么执着，为了学医还真是一点底线都没有。刘玄清表面上专心致志地给病人把脉，实际上呢，这心呀早就飘了。宋金钊在旁边看了一下午刘玄清的问诊过程，不得不说，能干这么多年中医，对方啊还是有几把刷子的。刘大夫到这里坐诊，那惠明堂呢？惠明堂有赵郎中，还有我2个儿子在，少我1个没关系。若是宋姑娘介意，我可以把惠明堂关了，让他们都过来。师雪，你愿意收刘大夫当徒弟吗？对上刘玄清炙热的眼神，宋诗雪抬眸思考。我可以收你当徒弟，让你在我家医馆问诊，但可是没有工钱，当学徒你得给我干好几年的白工。自古以来呀，医者收徒都是要贴身教导数十年，别说几年白工了，就算是10年20年也是理所应当。宋诗雪被对方殷勤的态度啊弄得有点手足无措。既然刘大夫真心拜师，那便留下吧。你可是我妹妹第1个弟子，以后记得唤我师祖。徒弟刘玄清拜见师父师祖。站在门口的清霜和福顺对视一眼，这天哪，真的有点变了。一把年纪了，半只脚都已经踏进棺材的人了，有必要这么拼吗？刘玄清满面春光地回到了惠明堂，一眼望去，精神气儿完全变了，仿佛年轻了至少5岁。赵郎中见他这副模样，心死了一半。宋金钊答应收你为徒了？他没答应，不过他徒弟答应了。我现在是宋金钊的徒孙。赵郎中一巴掌拍在自己的额头上，只觉得天昏地暗。你说你现在要钱有钱，要名有名，何必如此强求，非要走这一遭啊？你都60了，宋金钊的妹妹还没及笄，12岁的小姑娘当你师傅，16岁给你当师祖，传出去别人怎么笑话你呀？那是你没亲眼瞧见宋金钊做手术时的样子。身为医者，别人能治好的病你治不好，这让我怎么甘心呢？穆松年年过90还下山救人，我才60，一点都不晚。你走了，惠明堂怎么办？有你和仁义仁宗在，我放心。从明日开始，你的诊金分成涨3成，以后惠明堂就劳你多费心了。这不是钱的事情，我就是觉得你都这把年纪了，实在没必要。好不容易把仁义仁宗交出来，现在应该享福了。医道之途学无止境，如今出现这样好的机会，我若是不往前走，定会抱憾终生，死不瞑目。刘仁义举手开口：爹，等你学会了宋大夫的本事后，能教我吗？待阿爹地位稳固后，再求得师门同意教你们。赵郎中一个白眼翻到天上。到时候你2个儿子就得喊小他妈20多岁的宋金钊叫曾师祖了。多日的相处，刘玄清发现宋金钊不仅是一手缝合术出神入化，就连在其他病症上也有独到的见解和治疗方法。师父，曾师祖的医术是不是比师祖还要好？我没见过阿姐的师傅，阿姐说他已经去世了。不知曾师祖叫什么名字，先去世贵庚啊？不知道，年龄应该挺大的，是个走方郎中，不知道叫什么名字。阿姐是他临死前不久收的徒弟，说是不想一身医术无后继之人。
金运牙行的牙人拿着册子跟在宋金钊的旁边，嘴巴从出门开始就没停过。三进院的宅子，整个安阳府总共有362座，其中在卖的我们牙行都有登记，一共173座，其中靠近安阳书院的一共有26座，多数都是读书人的宅子，要么是考上举人搬走了，要么是考不上，最后回了老家。这些宅子屋内格局都很考究，院子里的风水都是专门布置过的，而且每天都有下人负责打扫，买下立刻就能搬进去住。先从靠近安阳书院的开始谈。我这么多次光顾你们牙行生意，佣金可要给我少些啊。这是自然，您不说我们也会少抽点。宋氏美食店的生意这样好，说不定要不了多久姑娘又要买铺子了，到时候别忘了我们。安阳书院每月一次的外设月考来临，袁宝义回头瞥了一眼坐在最后一排的宋启明，压下心里的火气，专心答题。这次自己非得压他一头。布告栏前，宋高丽激动地搂住宋启明的肩膀，压着嗓子兴奋道：第9名，我能进内社了。第7名，我也成功留在内社了。阿姐买了新宅院，后日书院休沐要搬家，你过来一起吃饭。我看你是叫我过去帮忙搬家。哎呀，家里有下人，忙不了多长时间。满汉全席，你不去就算了。哎，去，我怎么可能不去？每天1日3餐在书院膳堂吃，没什么油水，味道一般，我都饿瘦了。严宝义死死盯住满面笑容离开的二人，回头不知道第几次看排名，第19名，中间隔了12个人。远处凉亭中，手持棋子对弈的季幽明放下白棋，抬手浅笑道：刚来就考了第7，你就没点压迫感？每年进上市的名额可就只有3个。俊美的柳叶眉往上勾起，胡枫叶一颗黑棋堵住了季幽明的路。该担心的又不止我一个，你不也是一样？有竞争才有动力，我们的对手可远不止书院里的这些人。3年一次的乡试，整个龙北省的秀才都会参加。3年一次的会试，搜罗东赵国大江南北所有的举子。南北方之争，多他一个宋启明岂不更好？你倒是想得开，严宝义可就没这么想得开了。胡枫叶冷笑着摇头，表情满是轻蔑。一个自以为是的蠢蛋，他和宋启明就不是一类人。叶良玉进书院是穆红月亲自去接的。云鹤推着轮椅进入问经堂后，穆红月当着所有教习的面宣布：想必各位都认识叶公，本院3催4请才将人请过来当教习，暂时交内社。丁惟月握紧了拳头，眸色深沉。当云鹤推着叶良玉走上讲台的时候，内社的学生都惊呆了。叶良玉注意到宋启明坐在最后一排无人在意的位置，心中已然不满。他直接让云鹤把他从讲台上推下来，停在过道上开始讲课。下课后，叶良玉光明正大地朝宋启明喊道：启明，你跟为师出来一下。早讲结束后，丁惟月过来：坐席，按这次月考的成绩排名重新做，从第1名开始，想坐哪里你们自己选。望着挥袖离开的丁惟月，身上的不悦是个人都能察觉出来。苏洛白的身体朝右倾斜，压低嗓门窃窃私语道：肯定是叶先生要求丁父子换位置的，打从进门看见你坐在最后一排，他就不高兴了。中午散学后，季幽明拉着胡枫叶去外面吃饭。没想到宋启明会是颜良玉的弟子，怪不得进步这么神速。有这样一位师傅在，进入上社，宋启明完全是铁板钉钉。若不是宋启明在内社，恐怕叶良玉也不会到内社当教学。开学时书院里的夫子上门拜访，全吃了闭门羹。现在愿意自讲身份，除了宋启明，我也想不到其他原因。3个名额，王瑞在云端高高坐着，你我宋启明抢2个，花落谁家？各凭本事，
但我知道一点，一旦宋启明考进上社，叶良玉肯定会跟着一起走。苏洛白搂住宋启明的脖子，随便应付2句，不用太顾及他的面子。书院现在没人敢得罪你。我没打算搭理他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年底考试，总不能让老师一直陪着待在内社呀。唉，就3个名额，王瑞、季幽冥、胡枫叶，他们每次考试都雷打不动的霸榜前3，想要从他们手里抢名额，难度太大。唉，难度再大也得抢，日夜苦读，头悬梁锥刺股，我从没怕过。苏洛白抿唇对上宋启明的眼睛，都已经第7了还这么卷，让他们这些普通人怎么办呢？每天12个时辰不睡觉的去追吗？晚上，严宝义一拳头砸在了丁惟月家的案桌上。老师，现在该怎么办？就这样让宋启明压在我头上？现在压在你头上的何止宋启明，整整18个人。以后别只盯着宋启明，把心思全花在读书上，别再想其他的。城外，一户破烂的庄子上，这庄子虽然破，但胜在地方大，前面的耕地加上后面的小山坡，足足有200亩，想种什么都行。福顺推开大门，一屋子全是蜘蛛网啊，屋顶还漏光。他无话可说地望向了宋金钊，这大小姐真的要买这个庄子吗？宋金钊打算在城外买一个庄子，用来建农场、养家禽。地方是破，可当初建的时候用的都是真材实料，打扫修缮以后，多大的风雨都屹立不倒。看完房子后，宋金钊又去小山坡上转悠了一圈。山坡不大，半个时辰就能逛完。山坡的土质和前面的耕地一模一样，疏水性极差，周围又没有河流，种不了稻子。这个庄子以前的主人在这里干嘛呢？听说是租给佃户，后来干旱收成不好，就没人租，一空就是好几年。我看是颗粒无收，光是朝廷粮税都交不起。其实种粟还能收点，他们偏偏种水稻，可不就是没有收成吗？地契上写的是200亩。衙人快速点头，生怕慢一点生意黄了。刚好200亩，每年粮税按照旱地来交，主要是便宜，1亩只要1两银子。太贵，我看就是100两。这宋姑娘，您别开玩笑了，100两，我们牙行得亏一半。空在这里亏得更多，我出100两银子买下，至少你们还能挽回100两银子的损失。真不行，100两银子太少了，最多只能降10两银子。都已经这样了，我推倒重建都得花10几两银子。不用推倒，只有院墙需要用篱笆重建，房子打扫干净，稍微修缮一下就能住人。要不你们牙行先把房子修好，我就出150两。衙人闭紧嘴巴，思索半天，最终艰难地开口，想达成这笔买卖。房子不修就150两，这庄子原价200两银子，我们牙行已经是亏本在卖了。这庄子是你们牙行的，佣金是不是就不用给了？这是自然。隔天早上去衙门办完过户后，宋金钊再次来到奴室。姑娘又来买啥人？昨日刚到一批新货，好几个都有手艺，有一个还识字，姑娘肯定喜欢。这次没那么多要求，最好是卖身的难民，越便宜越好。钱三雅听后，将宋金钊带到院子里坐下，招呼一群人过来。这些都是5两银子一个，姑娘随便挑。宋金钊拿着他们的卖身契看，全是流离失所的农户，这些都还是一个村子里的。他挑了18个男奴，2个女奴，先把庄子收拾出来，接着马上建养鸡场、养鸭场和猪圈。2个女奴留在铺子里，交给春杏和青霜带。兰溪略显紧张地盘腿坐在榻上，宋金钊站在旁边盯着。放轻松，别紧张，就像睡觉一样，什么都不要想。诗雪，动手。宋诗雪深呼一口气，拿起银针刺入兰溪的百会穴、风池穴、合谷穴、太冲穴。郭父
郭一瑶望着桌上各种相克的菜肴，脸色已经从开始的震惊委屈到现在的麻木憎恨。还有1个月便是婚期，柳扶风越来越按捺不住了。声音性配合吧，亏他们想得出来。小姐，这些天的菜谱和点心我都记在纸上，证据确凿。要不我们告诉老爷吧？如此事我们主动捅出去，为了府里的声誉，爹一定会护着柳扶风，不让他背上残害妓女的骂名。这个圈套既然是他们设的，就得让他们自己钻进来。正院吕嬷嬷手里拿着2个纸包，面露喜色地走进房间。夫人，事情成了。那这是在大小姐后院发现的药渣，秋叶偷偷摸摸把这些埋在土里，要不是我们的人细心，根本发现不了。可让郎中看过，这些药渣是治疗什么病症的？明面上他们熬的是这副治疗肠胃食欲不振的，实际上秋叶偷偷埋在土里的药渣是治疗月经紊乱不易有孕的方子，他们这是在打马虎眼呢。哼，不出门还能偷偷买的药，他还真有些本事啊。这副药效果如何？能否治愈郭一瑶的病症？夫人放心，大小姐吃了2个月的膳食，怎么可能这么容易治好？她不能出门，不知是秋叶找的郎中医术不精，还是她口述的不清楚。这药方开的有偏差，有2味药材没有，分量也不对，治疗效果极为一般，根本治不好。怕被孟家知道这样的病，他不敢外传。过几日便是孟老夫人的生辰，她大病初愈，孟家要大办。若是在这样的场合下，郭一瑶形似小产，就算被郎中诊出来是误会，她不易有孕的病症也会瞒不住。孟家肯定会嫌弃她，要求退婚。到时候我再提出换人，无论是老爷还是孟家都会答应。宋家医馆内，宋金钊正对着账本算账。宋姑娘，碧荷姑娘，是孟老夫人的贴身侍女。碧荷笑着走到宋金钊面前，双手递上一封金坚寿帖。3日后是我家老夫人65岁大寿，特意让我过来送帖子给姑娘，您可一定要带家人过去居酒。那日安阳书院正好休沐，好几位小学夫子都会过来，姑娘可以带宋公子和宋二姑娘一起赴宴。多谢碧荷姑娘跑这一趟，若无事，我定会带弟妹过去给老夫人祝寿。碧荷微微颔首，告辞后转身离开。刘玄清将抓好的药包递给病人，转头提醒宋金钊：每年孟老夫人的寿宴，孟大人都会遍邀安阳府所有的达官显贵，要想结交他们，这可是个好机会。宋诗雪将他手里的扫把和簸箕拿过去，摆到他的旁边，抓住他的手肘，将人送回房间。治疗过程中眼睛有反应很正常，说明你离眼睛复明的时间很快就要到了。光刺眼，别在外面待太久，下次再出去把眼睛遮住，就不会突然被刺激到。盯着对方离开的背影，淡蓝色的瞳孔有些失神。宋诗雪将兰溪的情况告诉宋金钊：减轻药方用量，4天一次的经络疏通改为7天一次。我知道了，明天就改药方。郭府，秋叶脸色难看的端着一个托盘走进郭一瑶的闺房，声音低落的说道：小姐，这是刚才夫人让吕嬷嬷送过来的衣裳，说是特意为这次孟老夫人的寿宴给您定做的。盯着被秋叶展开的素面白裙，要不是上面绣着几朵粉红色的桃花，一眼望去还以为是去奔丧呢。今年开春赏花宴，孟姨送了我一件淡紫色的烟纱伞花裙，寿宴当天穿那件。这件怎么办？衣服山上墨汁穿不了，我自然得换一件。裙子又是孟姨送的，再适合不过。
寿宴当天，看到郭一瑶没穿那件素面白裙，柳扶风不满地蹙起眉头。今日是你嫁进孟家前最后一次跟孟家人见面，又是在寿宴这般隆重的场合，怎么穿了这身？瞧着太过庄重了。我让吕嬷嬷送过去的裙子呢？那是锦绣坊秋季的新款，可是嫌母亲的眼光不好，所以不想穿啊。母亲选的裙子自然极好，可惜我拿佛经的时候不小心打翻了砚台，墨之剑的裙子上到处都是，无奈只好换了一件。这套裙子是今年孟姨邀女儿去赏花宴时送的，我想着穿这一身更显得清静，便挑了这件。没想到颜色太过沉稳，是女儿的不是。你马上就要嫁入孟府，穿得沉稳些也好。智儿和舒儿怎么还没出来啊？慢吞吞的，别耽误了时辰。爹，今天寿宴上那么多人，我不得好好打扮一下？还是你母亲的眼光好，这身衣服穿在舒儿身上很是漂亮。郭一书暗戳戳地瞪了郭一瑶一眼，就算郭一瑶身上的裙子比不过自己身上这件，可她却是孟夫人送的，意义不一样。宋金钊带宋诗雪先一步赴宴，宋启明跟着叶良玉要晚点儿。马车快到孟府门口的时候停住了，福顺扭头朝车内解释：大小姐，前面的马车和轿子太多，把路堵住了。前面就是孟府，就在这里下。你把马车驾去铺子门口，过1个时辰再来接我们。郭一书恼火地掀开车窗，声音尖锐：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啊？就不能让我们先过去啊？驾车的马夫有苦难言，就算有人愿意让，前面一点空处都没有，没办法让，只能等。这人谁啊？孟府请的客人还有坐不起马车和轿子的，衣服倒是穿得光鲜亮丽，这是做门面给谁看呢？郭一书鄙夷地盯着步行经过马车旁边的宋金钊和宋诗雪，听觉敏锐的宋金钊双脚刹停，顺着声音传过来的方向侧身盯着上头，把头露在外面的郭一书。看什么看啊？连个马车都没有，还敢跑在我前头？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尊卑贵贱呢？一点规矩都没有。有没有规矩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大街不是茅房，想拉稀鬼回家去了，飘的到处都是，你不要脸，我还嫌恶心呢。坐在马车里的郭一瑶听到这惊世骇俗之言，忍不住挪屁股歪脖子，想知道是谁在和郭一书争执。看到熟悉的脸，他眨眼发怔，是宋大夫。孟府门口不要起争执，要出气，等回去再把他们找出来教训。你给我等着，今日之事本小姐不会就这么算了的。进入孟府后，丫鬟笑着将宋金钊和宋诗雪带进后宅庭院。这是谁家的姑娘啊？以前怎么没有看到过？孟老夫人远远瞧见宋金钊，忙招手让碧荷将人带过来。她扭头朝廖老夫人说道：我说的宋大夫来了，不信你可以自己问问，那针呀就在我肚皮上穿来穿去，就跟缝衣服似的。给老夫人贺寿，祝您金轩有貌，丝竹长春。哎呀，宋姑娘不用如此拘束，你可是老身的救命恩人，快坐过来。坐在孟老夫人旁边的廖老夫人看着宋金钊说道：早就听闻安阳府请来的女医师不仅医术高超，年纪还小，今日一见，不知宋姑娘可曾及笄呀？去年便已及笄。郭一书走进花厅，看到坐在凳子上的宋金钊，脸色微变。他怎么坐在那个位置上？孟夫人看见郭一瑶进来，脸上露出了温柔的笑容。今日怎么来的这般晚？我和母亲都念叨你好一会儿了。今日前来祝寿的贵客络绎不绝，路上有些耽搁，来晚了，还请老夫人见谅。你能来，祖母就已经很高兴了。怎么瞧着清瘦了不少？可是前些日子天气炎热，食欲不振。站着的郭一书咬紧后槽牙，才忍住心里的嫉妒，不让他表露出来。
柳扶风坐下后，朝身边的妇人打听道：“那位穿浅绿色衣裳的姑娘是哪家的？”“叫宋今朝，就是她治好了孟老夫人的病。”坐在旁边的郭一书听到后松了一口气，小声呢喃：“原来只是个郎中。”坐在廖老夫人旁边的廖希文几次偷看宋今朝，对上眼后，他不好意思地笑着提议道：“庭院里的菊花开得正好，宋姑娘要不要一起出去赏花？”“去之不恭，我进来时就注意到外面菊花好看，正愁没人一起。”宋今朝带着宋诗雪悄悄地和廖希文一起离场。“你的医术真的很好吗？廖小姐是有什么事吗？”廖希文松开手，唇瓣上的口汁被他咬得有些花。我想请你到廖府给我母亲看病。不知令慈身患何病？我母亲1个月前小产，大夫说她再也没有办法生育，她就开始郁郁寡欢，最近连床都下不来。令慈今年贵庚？怀孕几个月流产的？我母亲今年32岁，孩子是6个月没的，大夫说是个成型的男婴。令慈一共生过几个孩子？32岁，在古代年龄已经算大。这廖希文看起来有10几岁，那中间肯定不止怀过一胎。我母亲只有我一个女儿，不过她之前怀过几次孕，都小产了。几次？从我记事开始，一共12次。在旁边赏花的宋诗雪顿时怔住了，挺直腰杆看向廖希文，12次，这也太多了吧。宋今朝眉眼紧紧地蹙在一起。是自然小产还是意外？都是几个月流产的？有些是无缘无故的小产，有些是意外，多数没超过3个月。这次怀孕的时间最长，我们都以为能够生下来了，谁知道突然出血，孩子没保住。郎中说流产对身体造成的伤害可以补，但是心病难医，所以我才想让你给我母亲看病，说她可以生育，心病自然就除了。那么多郎中都说不行，我只能先看看。至于能不能生育，没法保证。唉，流产12次还要生，简直是拿自己性命开玩笑。孟府门前，看到被扶着从马车上下来的叶良玉，管家立刻让下人去里面叫人。孟鹤川看到叶良玉杵着拐杖进门，眼里闪过了一丝震惊。叶公能赏脸参加家母的寿宴，我孟府实在是蓬荜生辉。老夫如今已不在朝中为官，孟大人不必拘礼。请上座后，前厅众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在屋内坐在上手的2人。李天崇视线扫过坐在叶良玉下手的宋启明。叶良玉的腿必定和宋今朝有关，如此一来，他和宋家的关系就更亲密了。李子恩低头小声猜测，他的腿要是彻底好了，会不会官复原职回京城？寒暄几句后，孟鹤川盯了一眼宋启明后，朝着叶良玉说道：“当初本官奉旨去宋家村宣旨，当时见到宋启明，就觉得这孩子以后能堪大用，没想到如今成了叶公的弟子，想必叶公很看重他。老夫这辈子就收了启明1个弟子，自然对他寄予厚望。这孩子有天分又努力，我实在是喜欢。”午时开席，男席和女席中间隔着一层薄薄的纱帘。寿宴进行到一半，戏台上的戏已经换了3场。柳扶风朝吕嬷嬷使眼色，对方无声无息地转身离开了正厅。宋诗雪夹紧双腿，用手捂住嘴，小声开口：“阿姐，我想去茅房。”宋今朝起身，带着宋诗雪离席，走出正厅门口，拉过一个婢女问道：“请问府上茅房在哪儿？”
两位贵客这边请。宋诗雪在里面出宫，宋金钊和婢女就站在离茅房不远的地方等。阿姐，我有点拉肚子，你再等我一会儿。不急，慢慢来，我就在外面。宋金钊走到婢女面前说道：你先回去吧，等我妹妹好了，我带她回去。那奴婢就先告辞了，穿过前面的假山就能到正厅，姑娘可别迷路了。起步路迷不了，你先回去吧。没过一会儿，宋诗雪双脚发麻的从茅房里走出来。阿姐，我好了。好好的怎么会拉肚子？是不是昨天晚上先被褥冻着了？我昨天晚上吃了一碗冻奶酪，估计是凉到肠胃了。大晚上吃冻奶酪，过几天是什么日子？你自己不记得？小心肚子疼。我记得，但还有好几天。我下次再也不吃了。转弯绕过假山，映入眼帘的一幕令宋金钊飞速捂住宋诗雪的嘴巴，将人往假山里带。是柳扶风身边的吕嬷嬷，那个婢女啊，瞧着是孟府的下人，他们在往碗里下东西。阿姐，他们在干嘛？宋金钊透过假山里面的小洞观察外面的情况，只见两人下完药后，用勺子将碗里的羹汤搅匀后，才前后脚离开。不知道，反正不是什么好事。就是不知道被算计的人是谁。两人回到宴席上时，正好瞧见那个婢女在柳扶风他们桌子旁边伺候。几盏茶时间过后，注意到郭一瑶的丫鬟扶着她起身，宋金钊低声对宋诗雪叮嘱：坐这里别动，阿姐去就来。宋金钊一路尾随郭一瑶走出正厅，只见对方被刚才下药的那个婢女带到了一间屋子里。宋金钊用手指戳破了一个小洞，待在房间里的主仆二人正在换衣服，没看见有男人在。看见郭一瑶拔下头上的发簪，用力地在手臂上划出一道口子，将鲜血抹在换下来的裙子上。换好衣服后，秋叶打开门，等在外面的婢女上前拿起衣物，恭敬地笑着说道：奴婢这就将衣物送到洗衣房，等到浆洗干净后再派人送到府上。刚才吃多了有点难受，我在这里休息片刻，你先去吧。婢女抱着衣服快速离开，看到郭一瑶拿着一个花瓶砸在地上，用瓷片沾染被发簪划伤的手臂。宋金钊眉眼弯弯地转身离开。孟府婢女一脸焦急地跑到柳扶风的身边说道：柳夫人，您快去看看吧，郭小姐下面流了好多的血。2个月没来，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那奴婢就先告辞了，穿过前面的假山就能到正厅，姑娘可别迷路了。起步路迷不了，你先回去吧。没过一会儿，宋诗雪双脚发麻的从茅房里走出来。阿姐，我好了。好好的怎么会拉肚子？是不是昨天晚上先被褥冻着了？我昨天晚上吃了一碗冻奶酪，估计是凉到肠胃了。大晚上吃冻奶酪，过几天是什么日子？你自己不记得？小心肚子疼。我记得，但还有好几天。我下次再也不吃了。转弯绕过假山，映入眼帘的一幕令宋金钊飞速捂住宋诗雪的嘴巴，将人往假山里带。是柳扶风身边的吕嬷嬷，那个婢女啊，瞧着是孟府的下人，他们在往碗里下东西。阿姐，他们在干嘛？宋金钊透过假山里面的小洞观察外面的情况，只见两人下完药后，用勺子将碗里的羹汤搅匀后，才前后脚离开。不知道，反正不是什么好事。就是不知道被算计的人是谁。是母亲的错，我听见你出事，一时慌了神，说话急了些。我既没来月戏，也没有小产，流血是因为我不小心撞到了花瓶，碎片把手割伤了。衣袖掉下来，众人才看见鲜红色的伤痕。孟夫人心疼地握住她的手臂，
伸手不敢碰，怕弄疼他。哎呀，这么大的口子疼不疼啊？你这孩子怎么不早说？梦姨这就让下人去请郎中。柳扶风眼神阴沉的扫到吕嬷嬷脸上，像毒蛇信子，令人心悸。吕嬷嬷害怕的盯着郭一瑶手臂上的伤口，怎么会这样呢？自己明明下了药了，她应该马上来阅信才是，怎么会是手臂上的血呢？伤口这么深，可别留下疤痕啊！还是赶紧请郎中过来瞧瞧。宋大夫就在府里，请他过来一趟。碧荷刚要转身去叫人，宋金钊抿唇，起身穿过人群，走到郭一瑶的面前，查看他手臂上的伤。伤口不算太深，涂几天药膏就能好，不会留疤。柳扶风见宋金钊轻飘飘两句话，就把郭一瑶的伤给过了，连忙说道：早就听闻宋大夫医术高超，一瑶最近月信有些紊乱，还请您把脉看看是不是身体有什么问题。